管家答道：家主，不是你邀请的记者吗？没有家主的邀请，这些媒体记者吃饱了撑着，跑来凤家大宅做什么？凤家又没有什么特大新闻。凤家主想到是谁了，他没有邀请媒体记者。凤晴又被他打晕，让人护送着离开江城。她的丈夫和3个儿子是没有那个胆量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便是凤莹，她那个好外甥女。去跟媒体记者说，我凤家今晚的是家宴，没有邀请媒体记者，请他们离开，给他们每人送一份礼品吧，塞给媒体记者们一点甜头，免得他们胡编乱造，乱写一通。现在有些媒体人为了流量，容易夸大其词，或者是没有了解清楚就乱写一通。凤家近来的名声不太好听，若是得罪了媒体记者，还不知道会被笔罚成什么样子呢。管家得到吩咐，马上去办。不过很快，管家又进来了。他走到凤月跟前，苦着脸说道：家主，那些媒体记者们说是凤莹女士请他们过来的，还说今晚会给大家解疑上一代家主的死因，还说了害死上一代家主的凶手已经锁定，警方今晚也会过来逮捕凶手的了。凤月的脸立即黑下来。凤莹这是要让他在江城身败名裂，家主要不要强行将他们赶走？他们都堵在门口，很受影响的。凤月没有马上回答管家的问话，他在大厅里来回走动，走了几分钟，停下来对管家说道：既然他们是受凤莹邀请而来，就让他们在门口等着，等到凤莹他们来了，让凤莹安排他们了。那不是我邀请来了，我懒得管。管家问要不要招待一下，凤月一瞪眼，没好气的道：招待什么？都说了那是凤莹邀请过来的，就等着凤莹来了再由她来招待，与我无关。凤家大宅还是我说了算，我倒想看看凤莹有什么资格，有什么条件去招待他们。知道了。管家得到了吩咐，知道该怎么对待那些媒体记者了。他们爱聚在门口，就让他们在门口等着呗。外面风大又冷，他们不怕冷，就待着。反正家主说了，不用招待他们，不让他们进来坐着，看他们在寒风中能站多久。凤月让管家出去后，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想了想后，打电话给杜先生。等杜先生接听电话后，他问阿晴现在应该出了江城的地界吧？早早就送小姐出去，现在天都快黑了。小姐早就到达了家主安排好的地方。听说女儿这一次真被送离了江城。凤月松口气，她说道：凤莹是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通知了江城的媒体记者过来，等他们过来了，天黑后就按照最后那个计划实施，藏着的枪都带上，若是他们能逃出去就开枪，打死一个是一个，打死2个都是赚到了。家主，那你和大少爷他们呢？杜先生问道。我等家主最后的通知，能够不用到那个计划最好。没用的，他们来的人多，只有我与他们同归于尽，才能干掉他们，我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凤月恨恨地道：老杜，你跟了我几十年，我对你是100%的信任，若是你还能活着，去接回阿晴，让阿晴接管一切，他有那个能力的。等到阿晴坐稳了家主之位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放你自由。女儿身边有个方瑶，老杜是不可能跟着女儿的，只要老杜帮他接回女儿，帮着女儿巩固地位，就还老杜自由吧，算是给身边人一个好的结局。郑华，我要死也会拉着他一起死的，否则他会作威作福。阿晴毕竟是他的女儿，怕他会端着父亲的身份压着阿晴。我3个儿子，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凤月闭了闭眼，他只能保住最重要的那个。郑华都提醒了3个儿子的，那3个没用的家伙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不听他老爸的劝，怪得了谁？郑华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儿孙，因为都随他姓郑。
而他在乎的是随他姓的女儿。有人进来了，先这样了。凤月说着就挂断了电话，若无其事地将手机放回了茶几上。进来的人是凤晴的替身，他和凤晴相似度极高，在化点妆，模仿着凤晴的言行举止。就是郑华父子4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凤晴是假的。郑华看到凤晴还留在凤家大宅，凤月也没有安排凤晴离开，他悬着的心略略地放下了一点，想着女儿都在家里，老七想来是有必胜的把握，他们一大家子不会家破人亡的。不过他还是叮嘱着3个儿子，紧跟在女儿身边，当个跟屁虫都好。他始终觉得若是遇到危急之时，老七第一要保住的人是凤晴，让儿子跟着女儿，到时候老七会连3个儿子都一并救了的。郑一帆兄弟3个也跟着凤晴的替身进来。妈，既然是凤晴的替身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替身叫了凤月一声妈，还不能叫得太甜，因为凤晴与母亲并不像其他母女那般亲密无间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凤月温和地问道。组里的人过来了吗？妈。郑一帆兄弟3个也叫了一声妈。等贾凤晴坐下后，他们也跟着坐下。贾凤晴答道，都安排好了。接到邀请的族人，有些还没有下班，有些提前下班了，提前下班已到家的陆陆续续过来，还有很多没有邀请的不请自来，说是过来帮忙，要准备各种美食，家里的工人不够用，他们不请自来帮忙倒是不错。凤月嗯了一声。郑一帆等贾凤晴回答了母亲的问题后，才接过话来，妈，外面来了很多的媒体记者，他们时不时就对着咱们家一顿拍。我问了管家，不是咱们邀请来的，想必是我那个好表姐邀请的吧，要不要把他们赶走？再傻也知道今晚的晚宴是鸿门宴，是2代人的仇怨，请媒体记者过来做什么？自曝家丑吗？家丑不外扬？不用管，他爱叫谁来就叫谁来，我都不带怕的。凤月淡冷地道，他无非是想让我身败名裂，被大家在背后议论了几10年，我还有名声可言吗？2年前阿晴和阿若调换了身份仪式，也让他以及凤家成为江城的笑话。细想，凤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名声可言，他都不在乎名声了，还怕身败名裂？反正他们没有证据，他一概不认。今晚就送他们上西天。郑一帆哦了一声，兄弟3个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想法和父亲一样，认为母亲有十足的把握。凤月，凤月！郑华忽然鬼叫着跑进来，凤月皱着眉，一脸不悦地瞪着他，骂道：70几岁的老人了，还一惊一乍的。郑华却是指着凤晴，又指指外面，结结巴巴地道：他，凤月，我是说2个阿晴，咱们当年不是只生了1个女儿吗？郑华总算说话利索了，他本想出去跟那些媒体记者们聊一聊，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点内幕，结果就看到了一辆车驶过来，然后在凤家大宅门口停下，他还以为是凤颖他们过来了。车门被打开，从车上下来的人却是他的女儿凤晴以及他的那个助理方瑶。郑华当时就傻眼了，他亲眼看着凤晴带着他3个儿子一起进了主屋，怎么又来一个凤晴？是他看花了眼，还是2个凤晴有一个是假的？刚下车的凤晴身边跟着方瑶，郑华认为是真的，那么屋里的那个就是假的了。假的凤晴是老七安排的，还是敌人那边安排混进来的间谍？闻言，凤月脸色一沉，怒斥着丈夫：你胡说八道些什么2个阿晴？咱们只有阿晴1个女儿，另一个女儿只是养女，并且已经死了。郑华说道：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了2个阿晴，那个阿晴刚回来，还带着方先生。凤月，这个阿晴是假的，快把她控制住，她是假的，
说不定是你外甥女他们安排过来的。说着，郑华就指挥着3个儿子控制住假的凤晴。郑一帆兄弟3个却傻眼，怎么会有2个阿晴？眼前这个凤晴是假的吗？看他依旧气定神闲的，没有半点慌乱，说话做事走路的姿势都极像阿晴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虽说他们更疼爱凤若，更偏爱着凤若，在凤若死后也怨恨着凤晴，毕竟凤晴才是他们的亲妹妹。又回来2年多了，他们天天能看到妹妹，不可能认错人的。凤月想到了什么，立即起身往外走。郑华也跟着老七，他边走边说道：我不骗你，是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了2个阿晴。在屋门口，凤月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了凤晴带着方瑶正朝主屋走来，还真的是凤晴。凤月只觉得血气翻滚，差点就要被这个亲生女儿气得吐血。好不容易将凤晴送走，她居然又跑了回来。这个绝丫头，她怎么就是不能体谅体谅她？这个老母亲爱女之心呀，留得她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吗？只要保住了凤晴，她这一支就能继续发扬光大。凤月的身子都晃了晃。郑华指着走过来的凤晴对老七说道：你看看，那不是咱们的女儿吗？她身后跟着的那个是方先生吧？你安排给他的助理呢？屋里那个才是假的，他身边没有方先生。我还奇了怪了，怎么今天一天都看不到方先生？原来在他面前晃了一天的女儿是个西贝货，他都被骗了。那个西贝货办的还真像，他当爸的都没有发现女儿是假的。妈，凤晴走过来，步上台阶，站在了母亲的跟前。她说道：我说过我是你的女儿，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风雨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会陪着妈一起面对。妈不要再想着把我送走，我不会走的。我凤晴的字典里没有逃这个字。凤月气得脸色铁青，真的想吐血。她抬手就想给凤晴一巴掌，见凤晴不闪不避，她那一巴掌卡在半空中，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凤晴的脸上。你真是我的好女儿呀！凤月咬牙切齿的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傻丫头？觉得要死，你真是我没死都会被你气死。有你这个女儿，我寿命都能短上10几年，被你气的。凤晴睁开眼，刚才看到母亲高举着手，她就闭上了眼睛，准备承受一巴掌的。母亲最终没有打她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你的安排我无法接受。我说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面对错了就错了，坦然面对做错的后果，被冤枉的，就想办法洗清自己身上的污水。逃避不能解决问题。凤月说不出话来，她生气地撇下女儿，扭身回屋里去，穿过了大厅，径直上楼，回到她的书房里，并且反锁了书房的门。郑华算是看明白了，屋里的凤晴的确是假的，不是对手安插进来的间谍，而是老七给亲生女儿找的替身。他猜的也没错，老七千方百计都会保住女儿的性命，只是没想到老七是早就将女儿送走，弄了个替身在这里骗着他们。郑华想明白后，只觉得全身都寒透了。爸，我妈怎么了？他们俩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郑一帆问道。郑华忽然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，郑一帆被老父亲打得傻了。紧接着，郑华又打了另2个儿子，每人都是一巴掌。打完后，他怒吼着：“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滚出去，滚出大宅！今晚都别让我看到你们，否则我就跟你们断绝父子关系。”郑一帆兄弟3人傻傻地看着老父亲，不明白为什么会挨打。凤晴淡淡的道：“爸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带着我3个哥哥走吧。这是凤家的家务事，是凤家2代人的恩怨。你们不姓凤，可以不插手。你们走，没有人会说你们什么。”说着，
凤晴抬脚就要进屋，管家却小跑过来叫住了凤晴：“小姐，他们来了，都来了。刚到的好多车，他们开了好多车子过来，停满了一条路，是商太太带着一班人过来赴宴了。”听了管家的话，凤晴顿了顿后，才扭身往大宅的门口走去。方瑶很自然地跟在他的身后。郑华忽然觉得亲生女儿走路霸气得很，替身就算跟女儿长得很像，走路时却少了那份自然的霸气。恼自己竟然没有发现今天在家里的女儿是个替身，早发现，早知道老七依旧是想弄个死局的话，早让3个儿子离开了。现在想走，女儿说叫他们害怕的话就走。郑华等女儿走远后，管家也跟着走。他对3个儿子说道：“现在知道了吧？你妈只想保住你们妹妹的性命，不管你们3个，只有爸才是心疼你们3个的。早叫你们回老家避一避的，或者不要出席今晚的晚宴，你们偏不听爸的。现在你们还能走吗？走了，商太太他们看到会怎么想？导致你妈的计划无法实施，你们也是惨。他们现在信了。从知道今天在家里的凤晴仅是个替身，他们算是理解父亲以及明白母亲的偏心眼了。母亲一心想保住的是凤晴，因为凤晴才是接班人。与其说母亲重女轻男，还不如说母亲保住的是她的接班人，保住的是她这一脉能够坐上家主之位，那样以后的凤氏家族都由她的后人执掌。他们是儿子又如何？儿子多了，母亲对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母爱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不理解爸，总是怀抱着侥幸。郑一帆向父亲道歉，随即又小声地问着父亲：“爸，你知道我妈的计划不？她的计划是什么？是不是给大家下毒？”郑华想说什么，感觉到有人冷冷地盯着自己，他本能地望去，见是被凤晴气得上楼的凤月。他顿时一缩，小声提醒着3个儿子：“你们的妈下楼了，走是走不了，但还有活路，就是今晚，你们一定要紧跟着凤晴。就算老七被女儿气得半死，真发生点什么，老婆肯定还是护着女儿的。让3个儿子跟着女儿错不了。而且凤晴身边还有方瑶，方瑶很厉害，她能想办法救下凤晴。他们只要跟着凤晴，凤晴难道就能眼睁睁地看着亲生的3个哥哥去死？”凤月，管家说：“你外甥女他们都来了，来了很多人，开了好多车，车子都在咱们家门口排成了长龙。阿晴出去招待他们了。”郑华撇下3个儿子，走到凤月的跟前，陪着笑脸问凤月：“咱们要不要出去迎接一下？怎么说都是贵客，还是上代家主的女儿。若是上代家主不死，你外甥女现在应该坐在你的位置上呢。”凤月冷冷地瞪着他，冷冷地道：“少在这里挑拔，没有你的挑拔，他也会跟我不死不休。我是长辈，他在管城身份再尊贵，都是我的晚辈，来就来了，还要我出去接他不成？”凤月走到沙发前坐下来，并没有出去招呼商太太他们，不过倒是吩咐了3个儿子：“一帆，你兄弟3个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像木头似的，赶紧出去迎接你们的表姐。”郑一帆兄弟3个恭敬地应着，赶紧走了。商太太等人在凤晴出来时就下了车。由于费先生年事太高，他下车很慢，战印和商无痕一左一右站在车门口。等到费先生自己打开车门后，2大总裁双双探身入内。钟爷爷慢点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他们对凤家大宅没有特殊的感情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凤家大宅那是凤月的住宅。但是对于费先生来说，凤家大宅满满都是回忆，是他的家主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他的家主在凤家大宅出生，在大宅里成长，再到成为主宰大宅的人。他跟在家主身边几10年，虽说没有入住凤家大宅，但也经常出入大宅。
他今天属于回归故里了，你们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能下车，我不急，我不急的。费先生嘴上说不急，其实内心激动不已，他的手脚都有点抖。不过这不是太激动的原因，而是年纪大了，人年纪大了，大多数会有这个情况。站印和商无痕还是一左一右，小心的架扶着费先生下车的。下车后，程玲玲在上前给费先生把了把脉。费先生笑道：“放心，我好得很，不会有事的。没看到凤月的下场，我就算是死都不会瞑目。呸呸呸，大吉大利！钟伯，你能长命100岁的，不是长命120岁。”商太太呸呸了几声，说费先生能够长命100岁，可是费先生都快100岁了，马上就改口说成120岁。费先生笑：“我长命100岁就好，只要帮家主报了仇，看到凶手的下场，支撑他几十年的精神气就谢了。他也不在乎是生是死了，还能活着，就好好的看着阿莹小姐的儿孙们，代替家主看着。死他也得过了，他属于很高寿了，多少人都活不过他呢。”银狐以及神偷等人从其他车辆上下来，他们笑着接过话来：“老大哥，你可得活到120岁啊，咱们哥们几个都要好好的活着，小辈们还有很多未婚的呢，要是没有咱们天天催着，他们就要像咱们这几条老光棍一样了。今天才赶到江城的蒙宝，偷偷地对许素素说道：素姐，自从你和玲姐嫁人后，我们这些还单着的，真的是天天被电话催婚，天天电话催就算了，还是催好几次，早中午晚一天催4次，到点了，手机就响起来，如同紧箍咒一样。他们自己光了一辈子的老光棍，过得潇洒自在，衣食无忧，到老了反而成了催婚一族。许素素笑道：习惯了就好，你家里会帮你安排，你师父其实并不愁你的婚姻，不过你的师兄弟妹们的确让胡大爷愁得不行。蒙宝的身份许素素自然清楚得很，也是豪门大小姐，在家族公司里担任着要职，就算没有师父操心，也有家里长辈操着心。不过蒙宝还年轻，他又是个有本事的，他家里长辈估计不想太快把他嫁出去，除非遇到很好的家庭，不仅与杜家门当户对，男方家里家风特别好的，杜家就会催着。费先生笑着：我努力，我也想看到彤彤的孩子出生，看到菲菲出嫁并生娃。以前我只有一个念头，现在我是多了点贪心，回到了阿莹小姐的身边。以前还要她抱着的小丫头，现在即将步入晚年，也是当奶奶的人了，有了那么多的小辈，小辈都很孝顺他这个老头子。费先生就想着，他要是还能活下去，就多活几年，看到家主的后代都幸幸福福的，等他死后去见家主了，就能跟家主好好的唠叨小辈们的事了。商太太夫妻俩上前代替站印和商无痕，一左一右的搀扶着费先生往前走。银狐和神偷兄弟4个随后，在他们后面才是那些小辈。表姐，你们来了。凤晴带着方瑶还有管家迎过来，她笑着和商太太打招呼。商太太一行人停下来，费先生望向凤晴，凤晴也望向了费先生。他很快笑问着：表姐，这位便是费老先生吧？我大姨的助理，最近才听我妈提起费老先生，看费老先生的样子，似是有点虚弱，但看他的精神气又觉得不错，反正就是看似虚弱，却又能活到近100岁。这个老人家的身体比他们想象中都要好吧？商太太先看了方瑶一眼，最后才看凤晴，淡冷的道：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方先生倒是真的。凤晴笑着：方瑶只会忠于我，就如同费老先生永远都忠于我大姨一样。意思是他是真的。
心里却紧了紧。表姐一行人厉害啊，她被老母亲送走，并且安排有替身，表姐他们都知道了。费先生眯着眼打量了凤晴一番后，问商太太：“这是凤月的女儿？”他听阿莹小姐说过，凤月生了3儿1女，但是女儿在出生后就被管家调换了。管家的女儿被当成凤家的千金，在凤家大宅长大，深得凤月一家人的宠爱。直到2、3年前才发现真相，真正的凤家千金回归凤家，但是很难融入凤家。凤晴扮猪吃老虎，让很多人都觉得她一个乡下妹，软弱可欺。殊不知，最清醒、最难缠的人就是凤晴。商太太还和费先生说，如果凤月没有做出杀姐灭妹的事，她和凤晴这对表姐妹，想必还能处得挺好的。哪怕年龄相差太远，她确实有点欣赏凤晴。凤晴对她的欣赏就更不用说了。怎么说，她也曾经干出过一番成绩来，就是现在退休在家了。商氏集团有什么事，她都还能利用自己旧时的人脉帮忙的。长子接班后在商界行走，很多老一辈的大佬多少都会看在他的几分薄面上，给长子面子及机会，商氏集团才能越来越强大。哪怕还是超越不了战氏集团，却是管城最有实力的大集团之一。以前2大集团是死对头的关系，这2年因为海彤嫁入战家当大少奶奶，2家关系缓和了点。在商界虽说无法成为朋友，依旧会抢生意，至少没有了以前那种你死我活的剑拔弩张。费老先生你好，我是凤晴。凤晴恭敬地朝费先生伸出右手，费先生颤巍巍地伸出手与凤晴握了握手，说了句：“你倒是比你妈要大方得体。”看凤晴的眼神就能看出来，凤晴不像凤月那样心术不正、歹毒。老天爷算是给凤月留了个好苗子，亲生女儿没有在凤月身边长大，性格、3观都不一样。若是在凤月身边长大，凤晴现在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呢。谢谢费老的夸赞。凤晴爽朗地笑着道谢，又向自己认识的人打招呼，不认识的她也笑着点点头。看商太太不打算将那些人介绍给她认识，凤晴也不介意。她猜测这些人可能是费老先生的老友吧。方瑶跟她说，费先生当初被他母亲派了杀手追杀的，若没有人救了费先生，以他母亲那股很近，费老先生现在的坟头草怕是都有1人高了。费先生之后失去消息几10年，可能是被救他的人带走隐世了。他老母亲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消息，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死，还能回来。凤晴在心里苦笑，都说了，若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老母亲几10年前做的大错事，以为灭了知情人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。看吧，这都过去了40、50年，还是有知情人活着，并且回来揭穿他母亲的真面目了。等候多时的媒体记者冲着一行人猛拍照，通知他们过来的其实是乔涵，不过也是商太太请乔涵帮忙的。商太太要替父母报仇，也要让凤月身败名裂，但在江城，她这个上任凤家主的女儿真没有身份地位可言。就是如今的接班人凤晴在江城，身份地位也就那样，比不上很多豪门大族里的接班人。乔涵就不一样了，她在江城太出名，特别是知道她原来是个女人，更是让她成为江城真正的名人。连街边搞清洁的清洁阿姨都知道乔家大少爷变大小姐的事。乔家在江城的地位也不是凤家可以比的。乔涵帮忙只需要一通电话，那些媒体记者就跑来了。凤家家族的前尘往事要被揭开，今晚现身的人听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，就是最年轻的姑娘，拉出来问一问都来头不小。管城那边几大家族都派了人过来的，
还有望城兰家的家主以及家主夫人。他们说是过来旅游的，可在别人看来，这对夫妻俩分明就是闻风而来凑热闹的。谁不知道战家大少奶奶和君家大少奶奶是好友，兰家主又是君家大少奶奶的亲哥哥，说不定就是穆晴让他娘家哥哥过来瞧瞧，看看能不能帮帮忙的呢。穆晴是个重有情的人，海童也是，能帮一把，穆晴一定会帮的。郑一帆兄弟3个出来了，还有很多跑出来看热闹的族人，他们过来帮忙做事。听说商太太一行人来了，他们就跑出来看热闹了。上次商太太回来，家族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商太太，不知道上任家主的长女是何等风采。表姐，表姐，郑一帆兄弟3个先后向商太太问好，商太太也就是瞟了他们一眼。费先生猜到了他们是凤月的儿子，多看了2眼，并没有说什么。郑一帆兄弟3个受到冷遇，也不生气，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在江城，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有点尴尬，说他们是凤家的少爷吧，又姓郑；说是郑家的少爷，但郑家真拿不出手。拿得出手的话，当初他们的老爸就不会给凤家当上门女婿了。郑家如今享受到的一切，基本上都是靠着凤家得到的回报，也是郑华在凤月身边忍辱负重，赔尽笑脸得来的。等到大家都从他们面前走过了，郑一帆才带领着2个弟弟跟在后面。很快，管家出来，招呼着媒体记者进了大宅，不过没有安排他们进屋，安排了几个佣人招呼他们，管家就走开了。凤家大宅办晚宴，屋里屋外都得布置好，因为屋里挤不了那么多的人，所以每次院子都会利用起来。商太太等人进了大宅后，凤晴带着他们进屋，费先生却说：“阿莹，我想在院子里逛逛。”好，那我陪钟伯在院子里逛一逛。钟伯跟我说说，我和妹妹小时候最喜欢去哪里玩。商太太说着，又对凤晴说道：“凤晴，麻烦你招呼一下我的这些长辈朋友们。”凤晴还没有接话，银狐等人就说道：“我们跟着老大哥，大哥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”谁知道凤小姐那个亲妈有没有在屋里埋了炸弹，或者到处浇上汽油，想着一把火将我们烧成灰烬。老前辈，我妈怎么会做出那种事？这大宅里今晚来了多少人呀？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。银狐碰了碰神偷，问神偷：“偷哥，你怎么看？”神偷一本正经地道：“炸弹是没有的，不过汽油吗？就不敢说了。总之，大家今晚尽量不要进屋里，就算进去，也要请凤小姐带着我们。”凤晴神色不变，笑道：“今晚就是由我招待陪伴表姐以及几位老前辈。”商太太没有告诉她银狐等人是什么身份，凤晴也能猜到他们来头不小，不是简单的人，极有可能就是当初就走了费先生的人，能在就走费先生后，又将费先生捂得严严实实，让所有人都找不到费先生，能简单吗？费先生淡淡的道：“阿莹，小商，咱们走吧。”他老人家率先在院子里转悠着，边走边说道：“被改动很大，家主喜欢的花草都看不到了，还有很多景致被改动。以前阿莹小姐喜欢在院子里荡秋千，秋千还是我给2位小姐安装的，现在也看不到了。”凤晴连忙道：“费老先生，秋千移到了后院去，后院也有，前院也有的。”凤晴顿时不说话了。她回归凤家时，前院已经没有了秋千的，后院的秋千瞧着也不旧，想来是给她的侄儿女们玩的，并非是表姐以前玩的那些，毕竟过去了40-50年，早就被换掉。媒体记者们虽说不被允许进屋，但看到他们今晚的目标对象们也都在院子里转悠，并没有进屋，他们若即若离的，不会打扰到老先生就地重游，也能捕捉到敏感的话题。凤氏的族人很多都围过来和商太太等人打招呼，
海玲小声问着战印，不会出意外吧？战印低沉的道：姐放心。海玲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又接收到商无痕投过来的眼神，他嗯了一声。商太太会和族人聊上几句，然后将身后的小辈都介绍一遍，特别是海玲。族人都笑道：海玲，我们都认识了，还很熟。海玲看着他们，回以微笑。他在江城的动静，凤氏族人都看在眼里，也有不少人暗中投诚到他这一边的。大家既然都来了，怎么不进屋里去？屋外始终是冷了点儿。凤月的声音忽然传来，他夫妻俩在屋里等着商太太一行人进屋，结果左等右等的，就是不见人进屋。一问才知道商太太一行人就在院子里转悠，还说什么怕他屋里埋着炸弹或者浇上汽油，说院子安全很多，至少逃命的时候容易点。气得凤月的老脸都青了。他是想过埋炸弹的，老杜说弄炸弹很容易被盯上，怕是计划还没有实施成功，就先被警方找上门，到时候他们不仅未能炸死商太太一行人，还会提前进去，还是浇上汽油，一把火点上，不管是屋里还是屋外都不让他们出来，因为是在大宅的外面浇上汽油，等到点燃了汽油，再往院子里扔各种易燃易爆的东西，这样就算大家在院子里也别想活命。发生火灾时，很多人往往是被浓烟呛晕，再被火烧死的。凤月怀疑自己的计划又被对方获知，应该不会。要是商太太知道了，她怎么可能还会带着亲朋好友过来赴宴？商太太应该会报警才对。看到凤月夫妻俩出来，众人都不说话。妈，凤晴叫了一声。凤月轻斥着她：阿晴，你也是，你表姐他们来了，你也不招呼他们进屋，在外面多冷呀。吃了女儿后，她笑看费先生，说道：费哥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也没有多久，昨天还是前天才见过，怎么能说好久不见？你早就知道我还活着的了。凤月，你这个人就是爱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骗谁呢？费先生直接的反驳，驳得凤月哑口无言。你害死了家主，我和阿莹小姐刚回来就去看望家主，你还不让我们给家主上香呢？怎么发生过的事你这么快就忘记了？是做贼心虚，假装不记得，还是得了老人痴呆？我就快100岁的人了，还没有老人痴呆呢。凤月，费哥，你这像是吃了火药似的。我什么时候？凤家主要是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，我可以帮助你，让你记起当时的情景，如同羊癫疯一样的症状。程玲玲似笑非笑的一句话，就让凤月变了脸色。她体内还残留着毒素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再像在墓园那样倒地抽搐，流口水，说不了话，她凤月一世英名就真的毁了。媒体记者们耳朵竖得尖尖的，还偷偷地拍着照。原来凤家主真的是杀姐灭妹才坐上的家主之位。